No $5了。cannot。七早八早就要剪哦，他吵死我受不了啊。是，OK。有时候他们讲我们新加坡哪里人还可以做，这一点我真的很不服气。索兰卡路的这些老板，他们帮助我的东西，就是有那种感觉，说你走的路不是说一个人在走，会帮助你坚持下去。我不是凶啊，我是声音大。他们买鞋都是看了，然后拉。我天名叫梁婆婆，人家要怎样叫我不是随便的，你们要叫去叫咯。No $5了 ，You morning come already I know. I know angry, my volume very big only. 做生意要生气做么？气坏身体哦，我也没有这样笨的。梁婆婆的旧货摊位位于雾兰工业区，这一区颇能吸引业务横跨新马的厂家，靠近祖屋也容易招聘员工。雾兰休闲中心的周末跳蚤市场就是梁婆婆营业的地方，旁边有体育设施。这边靠近外劳宿舍，不少档口是前结霜桥旧货市场的摊贩在经营。梁婆婆也来自结霜桥。他和先生各租一个档口，各做各的生意。啊，这个是我先生的店。来，这个也是接双桥的，他叫阿迪。你喜欢这里吗？喜欢。老板娘在我就在，老板娘不在我不在了。安迪，啊，他是住在无人的。认识很久了吗？8年。8年的头啊，差不多6年。啊，感情好吗？好，感情多好啊！好到要香嘛，好到要香嘛。这边的顾客跟接双桥的顾客一点不一样，很喜欢讨价还价。嘿，$2。Will you give me $1.50? If I buy that. 8. 哎呦，we got expensive. Must pay render one 呢 ，not Sungai Road 嘞。有时候连续3、4个啦，七早八早就要剪哦，我就关哦，我关一下子咯，给他回了，不然他吵死我受不了啊，会晕啊！阿达又要回来，等一下又回来。10块啊！回来我跟他讲 ，cannot less 啊 ，you want to buy 啊 ，don't buy just buy 啊 ，OK 啊 ，don't talk many 啊，他就拿咯，不用回骂他的啦。Good things can buy very cheap. This for my wife. 梁婆婆给熟客预留衣服 I think your size can. 他们看了不喜欢，她才摆出来卖。她也替客人测量裤子是否合身。客人弄乱衣服，她会不高兴，但她对他们的感情却是真诚的。有位缅甸客人最近突然不来了，梁婆婆到处打听。每次来找我嘛，突然间我们2个月都没来，到底是你回去还是你什么事？哎，有各位。Go back. Hả? Hand why? Injured à? Ask your friend also not see you. 跑进来。What problem? No, I see. I got medicine for you no. Next time no come call me lah. Alamak, I ask. 梁婆婆这边圆满收场，另外几场好戏却是在万里一带的厂房积极筹备着。
有时候他们的导演来看了，这个很适合我们的那个剧，啊，我就租给他们啦。哦，这个是珊瑚，海底的珊瑚来的。这家工厂制作和出租舞台布景和道具，上颜色了，给它比较缤纷。上2个月刚好他们演一个《西游记》海龙王的，拿去放在海底了。我姓林，啊，名应祥，啊，是专门制作舞台布景、道具。开始我是做木工的，我也是有做一些家具，但是我是觉得家具的一些做法都很死、很呆板，这个又很灵活，每一场戏、每一个演出都不一样。那么我又很喜欢这样的形式，所以我就慢慢就把它转成做布景。这舞台是空空的，给你，但你要怎样去弄到你要的那个环境出来？所以就变成你要去构思、去想，有一点所谓的现在所讲的是创意了。导演他们想出来，我要这样，我们就想办法去跟他制作出来。喜欢说天马行空了，有时候想一下。这个东西你讲不可以做吗？不可能嘛，对不对？要想办法做出来啦。在多层楼工业大厦租用的几个单位里，林老板开设道具制作室、铁工房和木工房，聘请多名工匠，就这样承接起本地大大小小搭建舞台布景的生意。老板年轻时参加剧团，他谦虚地表示自己是跑龙套的，兼做布景。早期剧团没有资金，布景道具都要价廉物美，自己做。边做边学，就懂的东西是比较多。你碰到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解决？对不对？你要解决，你不是要去找门路？把气压下去啊！这个是假的，是马克的盖啊，来做很像。以假乱真化解问题，是哪位高人呢？这个是一个大锅，大锅就是那时候演那个戏曲《麦克白改编》的那个戏，那么他有煮那个什么人肉之类的东西，梁山伯之墓嘛，2场戏用的。林应祥的工厂制作舞台道具，舞台道具必须能凸显人物的冲突和张力，为关键剧情画龙点睛，又要激发观众的想象力。还好，他找到了愿意接受挑战的潘如成，2人合作了几10年。恐龙啊，人在里面还控制开口走路，他们说好啊，很好啊，收藏很好，那个口令收去了。客户的要求越新奇，潘叔就越高兴。他不愿意透露年轻时从事哪一行。只说自己念的是公立中学，参与过新加坡建国时期的城市建设。那时百废待兴，资源紧张，做什么都要头脑灵活。这种能力用在做道具最合适。这个就是一个hospital里面那个人快要死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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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的哔就这样完了，你这一条直线就完了哈，那就等于他回家了。人一定要有一种什么乐趣，一定要本身有一个底，就是动脑筋，我怎么做这个出来，而且要很好，就更加不同了。1980年代起家，在自己住的甘榜搭个棚子就是厂房，设施和电力都不够。林应祥迎难而上，逐步克服问题。他不让自己有一丝松懈。咱们最后一块，好像这个纸我们改过2次了，觉得不好，试用纸来看可以不可以，结果反而是效果很好，大家都满意。
有时候他们讲啊，外国人可以做的，我们新加坡哪里人还可以做？这一点我真的很不服气的。Stop, put cows that way behind. Okay, take the number A1, come here. 或者外国人可以做，我们本地人也是可以做，看我们本地的一些团体或者是啥注重不注重我们新加坡人所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有没有资金给他们去做，给他们机会给他们去发挥而已。如果有的话，他们同样的可以做得很好的。离林应祥的厂房约1.2公里，有一家木材加工厂，坐落于即将转型为生态工业区的双溪家珠。双溪家珠曾聚集新加坡的锯木厂、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厂。1970年代末，聘有1万多名工人，是建国时期本地经济巨轮其中的一个重要推手。早年做到一些订单很大的啊，我们这边的材料不够啊，要从美国来啊，我们也不能够向一个供应商买，可能我们要跟5个供应商买。我姓刘，贵芳，从事木材业。我的乐趣是完成一些难度比较高的，而且准时完成。刘桂芳制作实木的门窗、橱柜和扶手等等，现在生意量不大，但客户要求精致。2023年下旬，工厂要迁移到新厂房，用了45年的旧厂要收拾整顿。全盛时期，为了维持在技术的最前端，刘老板每5年会更新部件或撤换机器。这个机器的功能很多，可以装7个刀头，很复杂的花样都可以在一次完成。外国公司不是只是做给新加坡用，他们也拿去那些小岛的国家用啊。新加坡那个航空业很发达，用飞机寄的，不是用船寄的。他们如果拿去菲律宾或者拿去印尼做，时间很长。当时我这边做2班，我这边的材料你现在还可以看到有这么多啊。刘老板的工厂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看起来阴盛阳衰。那个推盘机啦，我的手很短哦，这样木推过去怕割到我自己的手。在这家工厂，你的力量应该是慢慢累积上来的咯。我比较不在乎外在美啦，练到手粗粗咯。我姓张，叫金英。我姓谭，名字叫叶芳，所以我们都有厂车载送啦。有时我们来到工厂6点45分而已，找一个地方睡觉啦，不然时间很长啊。那么8点正我们就要开工啦。刘桂芳老板的工厂有不少女员工，男的员工是不够啊，现在是男员工有一些老了辞职了，剩下女员工流动性比较低一点，所以你现在看到女员工多啊。女员工也要细心啊，她知道一定要准。女员工在工厂黄金时代分早班和晚班日夜赶货，和男同事一样，选木、锯木和各种加工，他们都能处理。以前很风破的时候，真的什么木料都要做的，那是真的是很忙的，所以你会忙得很开心啊。我做的部门是手工部门。机器来讲呢，谈不上喜欢跟不喜欢，是工作上需要，没办法。我们部门做很多稀奇古怪的些东西，产品出来的时候啊，看了很开心啊。没想到会从我们手做出来嘛，工厂要搬家，员工做了几10年，多数却没有想要趁机退休。现在到我们这个年纪，一刚重的，我们2个膝盖受不了。痛，所以就是担心是这个了啊。
70多岁了，没有继承人，老板心里不轻松。我想退休，但是退不了了，因为我不在这边，等于都没有灵魂了。物料很多，我们还有这么多员工，我们不可以叫他马上全部一起解散掉吗？这木工算是不应该进入的一个行业。新加坡的年轻人也是可以做的比较高档的一种手工。垂垂老矣的木工业，何以能抓住年轻人的心？双溪家猪旧工厂搬迁在即，一位叫江光俊的顾客过来摄影存档。17岁那一年，他想买一点点木料来制作生平第一把电子吉他，找到刘桂芳这里来。刘老板不嫌弃量少，跟他做生意。这些年还陆续传授了不少木材加工方面的知识。后来光俊没有成为吉他手，他在附近的工业区开办3种工作坊，教公众做木工、铁工，还有吹玻璃。做手工的这个快乐，我觉得是有2种啦。第一种比较普通的，就是说觉得很美，想要做。我以前刚开始做椅子，做了差不多第5个这样的时候，那个感觉有了，那是第一个感受。可是一个在我这个阶段，就是做了相当久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你做一样很难的东西，终于做到的时候，那个是另外一种快乐了。多数人会说新加坡人对手工没有什么了解。我跑这个工作坊就是要吸引新的手工人，因为我本身是对这个非常有兴趣的，可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做是没有办法学的那么快。选择教课，希望就是可以吸引的多一点才能进去这个行业，才可以看得出到底我们新加坡年轻人可以做出什么东西了。手工坊里3台重要机器是刘桂芳老板以合理价格卖给他的，维修保养方面也一直对他循循善诱。光俊从老行家身上学到，自己要累积经验，对他人要不吝分享。像Mr. Lau 这些人，他们刨木刨了可能30-40年，刨木你要 set 那个机器，你还要磨刀。不同的木有不同的刨法，这些前辈他们厉害的东西，他们对事情的了解，对过程的了解，是超越我们这些年轻人。70mm 半圆啦，夹住它来磨它的弧形。他们看过的东西，他们有经验过的这些失败哦，是没有办法在1-2个月里面学出来的东西。所以手工不单单说是你的手。其实是你对东西的了解，你对那个情况的了解。40-50年前，本地木工业一度兴盛，现在沉寂了。这木工算是不应该进入的一个行业 ，Sunset Industry。可是，在萎缩的这个过程，我的公司还有可能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就像第2波，保留他们一些的这些经验，还有他们的一些做法。我们是对木工、对手工有一个自己的一种灵感，不是单单是为了赚钱，我们还带着比较强的一种心意，要证明一下
新加坡的年轻人也是可以做的比较高档的一种手工。希望呢，就是说第二个波浪可能可以慢慢成长，比第一个波浪大一点。再回到雾兰休闲中心，有家咖啡店，店里有一个卡拉 OK 歌台，经营者是铁厂老板张志强。他从工厂下班就赶到歌台上班，周末也天天来。开这个台目的不是要赚钱，我的目的要给多一点朋友，五湖四海的人来这边唱歌。我的来生是从3点到10点半。老板说这是敬老歌台，歌台很矮，只有2级阶梯，还有扶手，怕老人太热，还特地装置风扇。年纪有了，一定要出来走走。你唱歌啊，你什么东西都会记得，不会忘记。很闷啊，在家里唱，没有人听，这里有观众。奶奶自备各种伴奏的乐器。我们的歌友大概是来自半个新加坡的人，这边的很友善。第一，这边也有东西吃；第二，他们要花一点时间在这边听听歌，看看人，做个朋友。有人跟你敲乐器啊，有人跟你跳舞啊，这种享受啊，在舞台上啊，很难形容。全部都是妈妈级嘛，今天又做Mother Day。疫情过后啊，不要讲涨价了，这2个字很难听，每样东西都很难。让我们做生意人也是一个考验，全新加坡的人呢也是一个考验，很多东西不知道怎样。我今年72岁，我要自己开心 happy 来度过我的晚年。很难说，今天不知道明天事，可以娱乐就娱乐 ，happy 就 happy。人生苦短啊。